柬埔寨是一個君主立憲制的國家，柬埔寨的正式全稱為柬埔寨王國。柬埔寨這個國名衍生自梵語，意思是劍浮沙的土地。劍浮沙是印度鐵器時代的一個王國。根據一則神話，柬埔寨是由來自印度的聖人同中南半島的貴族女性結婚後而建立的。柬埔寨人則稱自己的國家為高棉國。大多數研究認為，柬埔寨建國於公元1世紀，當時的扶南國政權深受印度文化影響。根據一些現代學者的說法，扶南國可能是一個有時相互交戰，有時又構成政治統一體的城邦的集合。現代人對它的了解多來自於考古發掘。公元7世紀中葉，扶南國被北方崛起的真臘國所滅。大多數現代歷史學家斷言，真臘實際上只是前吳哥時期一系列鬆散和臨時性的公國的聯盟。真臘的這個名稱現在已經無法考證。有一種觀點認為，它是後來柬埔寨主體民族高棉族民的一種音譯。中國的唐史記載，真臘國於公元706年分裂為南北兩部分。分裂後的南部真臘被來自於爪哇的夏连德拉王朝征服。真臘的王子都約拔摩二世則被帶到爪哇，後來他作為夏连特拉王朝的封臣回國繼位。他隨後展開了統一戰爭。於公元802年，都約拔摩二世宣布真臘獨立，後人將他所建立的政權稱為高棉帝國。儘管都約拔摩二世在高棉歷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關於他的確鑿史實卻寥寥無幾。公元850年，都約拔摩二世離世，他所建立的王國開始走向衰弱。到了公元1113年，蘇里耶拔摩二世趁內亂奪取了王位。他肃清政敵之後，開始南征。此舉結束了高棉帝國數十年來的分裂。他任內還修建了著名的吳哥窟，因此高棉帝國又被稱為吳哥王朝。蘇里耶拔摩二世在位的第10年，派軍入侵了越南李朝的義安省地界。高棉的軍隊不久就因為缺乏護甲和騎兵而敗落。蘇里耶拔摩二世卻不死心，又在隔年派大量的船艦襲擊了北部灣各地。到了公元1132年，他還說服贊成人同自己合作，從而在短時間內對李朝守軍保持了壓制狀態。奈何對方始終不肯屈服，眼看戰爭形勢倒向李朝，贊成人選擇退出聯盟，並嘗試為越南和高棉充當談判的中間人。結果此舉卻遭遇到蘇里耶拔摩二世的報復。蘇里耶拔摩二世也將這次突襲當作是無法擊敗越南的某種補償。蘇里耶拔摩二世還通過任命傀儡稱王的方式，對贊成各地的部族實行委任統治，意圖在緩慢過渡期後實行徹底同化。高棉的商人則借機成功地將本國與北宋間的朝貢貿易推向了頂端。然而，無休止的戰亂和大興土木還是迅速耗盡了高棉帝國的財富。當時，穆斯林商人將中國宋朝的武器制造技術傳授給了贊成，贊成的軍隊就擁有了直接可以轟擊城牆的大型弩炮。公元1170年，贊成人拉開了反攻的序幕，最終贊成人攻入吳哥窟，高棉的君主則隨着自己的宮廷衛隊一起覆滅。幸存的吳哥窟居民則淪為了奴隸。此時贊成人還要提防越南軍隊的南下，這給蘇里耶拔摩二世的同胞兄弟都約拔摩七世提供了良機。他不辱使命，僅用10年不到的時間便再度擊敗贊成的進攻。他甚至佔領了贊成的都城。值得一提的是，被高棉人充當先鋒精銳部隊，居然是隨狮子王子出逃的贊成士兵。在都约拔摩七世統治期間，他將國教由原來的印度教改換為大乘佛教，
吳哥王朝也成為東南亞屈指可數的帝國之一。但隨着都耶跋摩七世的離世，吳哥王朝開始走向了沒落。此時，暹羅的阿育陀耶王朝開始崛起，而吳哥王朝國內的印度教派卻與佛教新貴在此時發展到同時超哥的境地。到了公元1352年，阿育陀耶軍隊攻陷了吳哥城。由於吳哥城體量對於那個時代過於龐大，迫使高棉人必須大量開墾農田，周圍的森林被大量砍伐，導致了水土流失。而且大力建設的洞里薩水資源管理系統也因為常年的淤積，導致農作物產量銳減，人口下降，進一步加速了高棉帝國的衰落。公元1394年，阿育陀耶軍隊再次攻陷了吳哥。不久後，高棉王族認識到吳哥這種體量的城市已經無法維持，於是他們決定將都城遷到金邊。至此，吳哥王朝時代宣告結束。遷都之後的高棉急劇衰落，進入了其歷史上的黑暗時期。公元1594年，暹羅人的軍隊又攻陷了高棉的新首都，並將收藏有珍納大量重要歷史文獻的皇家圖書館焚毀。吳哥王朝的歷史文獻因為這場戰亂而灰飛煙滅。在公元17世紀到公元18世紀之間，高棉王朝東南部領土被越南全部吞併，而越南的不斷威逼又迫使高棉去尋求暹羅的幫助。最後，暹羅和越南為了爭奪高棉的控制權，在公元1841年到公元1845年進行了越辛戰爭。最終，高棉形成了同時向這兩強者稱臣的局面。而在此前後，剛剛通過中法戰爭獲得越南控制權的法國也把手伸向了柬埔寨。公元1867年，泰國國王拉瑪四世在法國壓力下，在拿到原屬柬埔寨的馬達旺省和暹粒省控制權之後，同意放棄對柬埔寨的宗主權。之後，柬埔寨成為法國的保護國。公元1863年8月，柬埔寨君主簽署了一項條約，承認法國對其王國的保護。根據該條約，柬埔寨君主制被允許保留，但權力要授予常駐金邊的將軍。公元1884年，法國駐交子支那總督派遣了一支小部隊前往了金邊的皇宮，試圖推翻君主，並建立法國對柬埔寨的全面控制。由於法属印度支那總督認為此舉可能會引發柬埔寨人的不滿，他阻止了此次行動。1年後，執政的總督向巴黎抱怨柬埔寨現任國王諾倫多不再適合執政。從那時起，法國完全掌握了柬埔寨的權力。1904年，諾倫多國王去世，法國人沒有將王位傳給他的兒子，而是將王位傳給了他的弟弟西索瓦。到了1911年4月，西索瓦去世，本來他的兒子有望繼承王位，但法國人認為时年只有18歲的西哈努克更容易被掌控，於是法國擁立西哈努克為柬埔寨的新任國王。當時，法國與泰國的戰爭使法屬印度支那殖民當局處於弱勢地位。法國維希政府之後與日本簽署了一項協議，允許日本軍隊通過法屬印度支那過境。與此同時，泰國入侵了柬埔寨西部省份，這時柬埔寨失去了近50萬公民和1/3的國土。在二戰的最後階段，日本推翻了法國在印度支那的統治。此後不久，日本政府名義上批准了柬埔寨的獨立。二戰結束後，法國人重返了柬埔寨，並重建了殖民統治。但隨着越南獨立戰爭進入白熱化階段，西哈努克發動了一場名為獨立皇家鬥爭的運動。這場運動最終迫使法國放棄對柬埔寨的殖民統治。1953年10月，西哈努克在柬埔寨首都金邊正式宣布柬埔寨獨立。1年後，法國被迫同意撤軍。1970年，西哈努克訪問北京的時候，時任的柬埔寨總理發動了政變。朗諾掌權後，將國名改為高棉共和國，但不久，高棉共和國首都金邊市外圍地區就被紅色高棉控制。1975年4月1日，
高棉共和國的總統朗諾以去外國治病為名義離開了高棉共和國的首都金邊市。1年後，柬埔寨頒布新的憲法，並改國名為民主柬埔寨。2年後，越南出兵侵占了柬埔寨，扶植了柬埔寨人民共和國政權。11年後，越南从柬埔寨全面撤軍。1993年，柬埔寨獲聯合國的援助，舉行了全國大選。親王室的鳳辛比克黨與洪森領導的人民黨組成了聯合政府。1年後，柬埔寨制憲會議通過了新的憲法，恢復了君主制。1997年7月，聯合執政的人民黨和鳳辛比克黨爆發了軍事衝突，最後柬埔寨成立以洪森為首的第2屆聯合政府。2021年12月，首相洪森宣布支持他的兒子洪馬奈在預計將於2023年舉行的下一次選舉後接替他。